现在道理要亲提，若一上去又要吃苦。必是道理没有托到，母亲见字，快托人求道爷去，还叫兄弟快来，不然又要解道。银子短不得，火速，火速！太太不必太过伤怀，此事应当还是有转机的，只是事不宜迟。那如今有劳你到县里去照应一下啊！太太说的这是哪里的话？大哥哥的事儿，我哪里有不尽心的？你快收拾收拾，把银子兑了，快给你兄弟吧。母亲不必着急，我来打理便是。薛科又同了一个当中伙计连夜启程，宝钗恐他们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，直闹至4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的，心上又急，又苦劳了一会儿，晚上就发烧。今日见过姨妈，问起宝姐姐病了，她并不答言，也不像先时那样亲热了。那你去瞧过没有？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爷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呢？要是像从前啊，这扇门行得通的话，要我一天瞧它10趟也不难。如今把门堵了，要打前头过去，自然不便了。他哪里知道这个缘故？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你可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。若论宝姐姐，更不能体谅的。又不是姨妈病，是宝姐姐病。往日在园中作诗、饮酒、赏花，是何等热闹。如今隔开了，你见她家里出了事儿，她又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没事人一般，她怎么能不恼呢？难道这样，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？宝姐姐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，我不过是照理而论罢了。紫娟，你去把香添上吧。哦。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？天地间没有了我，倒也干净。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，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，恐怖、颠倒、梦想，更有许多缠碍。才刚我说的都是玩话，你不过是见姨妈没精打采的，如何便移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妈过来，原是为她官司的事情心绪不宁，哪里还来应酬你？都是你自己胡思乱想，钻入魔道里去了。对呀，妹妹说的太好了，你的性灵比我境强远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，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，我实在是对不上来。我虽丈六金身，还借你易经所化。那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妹妹讲来。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今儿和你好，后来又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宝姐姐好，她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她好，她偏要和你好，你又怎么样？任凭弱水3千，我只取1瓢饮。那瓢之漂水，奈何？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水指诸尘，奈何？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风舞鹧鸪。禅门的第一戒
是不打诳语的，有如三宝。不知主何吉凶？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鸟声中。二爷，请二爷回去。老爷叫人来园里问过，说二爷打雪里回来了没有？袭人姐姐只说已经来了，快去吧。这大半日上哪儿去了？在林姑娘那边说起薛姨妈、宝姐姐的事儿来，便坐住了。说了些什么？只不过是些禅机，没有什么。你们再没个计较，正经说些家常闲话，或讲究些诗句也是好的。怎么又说上禅语了？又不是和尚。你不知道，我们有我们的禅机，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你们参禅参翻了，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。头里我也年纪小，他也孩子气，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，他就恼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没有恼的了，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，偶然到一处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原是这么招才是，都长了几岁年纪了，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如今且不说那个，我问你，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些什么没有？没说什么。必是老太太忘了，明儿不是11月初1日吗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，要办消寒会，其他伙儿坐下喝酒说笑。今日我已在学坊里告了假了，却没有个信儿。明儿到底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是不去，老爷知道了，又说我偷懒儿。据我说，你竟是去得好，才念得好些，又想歇着了。依我说，也该上紧些才是。昨天我听太太说，兰哥念书真好，打学坊里回来还各自念书做文章，天天弄到4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气，倒不如明天早起去吧。哼！这样冷天，已经告了假又去，倒叫学坊里面说了。既这么着，就不该告假呀，显见的是告皇家拖滑。依我说，落得歇一天，就是老太太忘记了，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吗？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了。都是你起的头，二爷更不想上了。我啊，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比不得你要好名。使唤1个月，再多得2两银子。小蹄子，人家说正经话，你又胡拉混扯了。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啊是为你。为我什么？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一刻回来，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回有贾别清，何苦呢？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小蹄子，几天不说你，越发无法无天了。看我不打你！好姐姐，打你！打了杯子！你唬死我了！我正要来说呢。哎，老太太说了，明儿叫二爷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儿啊，请了姨太太来给她解闷儿，只怕姑娘们都来，家里的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说来赴什么啊消寒会呢。可不是嘛，老太太最高兴的，明日不上学是过明路的了。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，又到贾政、王夫人那里请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，贾政也没言语，便慢慢退出来。见众人都没来，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，跟着几个小丫头过来。我娘先叫我来请安，陪着老太太说说话，娘回来就来。好孩子，我一早就起来了。
等他们总不来，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宝叔叔好，妞妞好。我昨夜听见我妈妈说，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说什么话呢？我娘说，我家的小红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，我娘要了来，还没有人补上呢。我娘想着要把什么你到宝玉待的是柳家的五儿补上，只因刘五儿要进怡红院。头一次是他病了不能进来，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，亏得凤姐着想，叫他补入小红的活儿。二叔叔，二叔叔，所以呆呆地想他。你听你妈妈的话，要补谁就补谁罢了，还问什么要不要呢？我瞧大妞妞这个小模样，又有这个聪明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她认得字儿。贾母等着那些人，见这时候还不来，又叫丫头去请。哪来的你？啊，我南边甄家府中来的。我这儿有家老爷手书。世交素好，气意素敦，遥仰参为，不胜一切。帝因非才获遣，自分万死难偿。幸邀宽友，戴罪边宇。迄今门户凋零，家人心散，所有奴才包勇，相曾使用，虽无奇迹，人尚确实。这里正因人多，甄家盗唐使得备奔走，虎口有资，让他进来吧。呜呜之爱，感佩无涯矣。专此奉达，余容再续，不宣。家老爷请老言。包勇请老言。你是一向在甄家的，还是已住过几年了？小的一直是在甄家的。如今怎么又要出去？原本小的不愿出来，只是老爷再三要小的出来，别处你又不肯去。家老爷说到老爷这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所以小的就来了。你们老爷不该出这样的事，弄到这步田地。小的本不该讲的，我们家老爷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儿来。真心是最好的，只是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欢，讨人厌烦是有的。哼，皇天会不负他的。老爷，好，你先歇息去吧。等用得着你时，自然会派你一个差事。谢老爷。
是，老爷。这是怎么了？都是他给出的主意，叫晴儿管那什么水月庵。水月庵，水月庵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贴了匿名揭贴，老爷如今发怒，叫了我去，要追查他。写的什么？你如今病着，还问东问西的。当初因你管出来的事儿，你还问？好赖写的不是你的赃证就是了。凤姐听了，分明是当年田坎寺的事发了，心内一急，一句话没说出来。奶奶因这病，昨夜直闹了一夜，今儿早起才略安稳些，也何苦又来怄奶奶？谁又来怄他？是他自己一听见水月庵就这样了，与我何干？才犯了月戒，想来是晴儿克扣了月戒了。哼，并不是为钱的事儿，倒是有些阿扎话的。回二爷，外边请爷呢，赖大回来了。晴儿来了没有？也跟着来了。你去告诉赖大，就说老爷当班去了，把这些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，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。只叫晴儿在内书房等着我。是。老爷昨日见了揭贴生气，把晴儿和女女、女道等都叫进府来查办。今日老爷因堂上发下两省成功孤销册子，要立刻查核，一时不能回家，没空问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儿，叫我来回太太，该怎样便怎样。所以我来请示太太，这件事儿如何办理？这是怎么说？若是晴儿这么样起来，还成咱们家的人了吗？但只这个贴帖儿的也可恶。这些话可是混脚说得的。你到底问晴儿有这件事没有呢？刚才也问过了。太太想，别说他干了没有，就是干了，一个人干了混账事儿，也可应承吗？但只我想，晴儿也不敢行此事。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时要叫的，倘或闹出事来，如何是好？以侄儿的主见，要问也不难。若问出来，太太如何处理？如今那些女孩子们在哪里？都在园里锁着呢。在园里？是。姑娘们知道不知道？大约姑娘们也都知道是预备宫里头的话，外头并没有提起别的来。很是，这些东西啊，一刻也是由不得的。头里我原说要打发他们去来着，都是你们说留着好。如今不是弄出事来了吗？太太教训的极是。你竟叫赖大那些人带去，细细地问他的本家有人没有，将文书查出，花上几十两银子雇只船，再派个妥当人送到本地，一概将文书发还了，咱们也落得无事。若是为这一两个不好，个个都压着他们还俗，那也太造孽了。若在此地发给官媒，虽然我们不要身价，他们弄去卖钱，拿你雇人的死活。那晴儿呢？晴儿，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，
除了祭祀喜庆，叫他无事不用到这里来。看仔细老爷气头上，便说与账房里将这一项钱粮档子消了，再打发个人到水月庵，说老爷的玉除了上坟烧纸，若有本家爷们再到他那里去，不许接待。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，将老姑子一并撵出去。是。袭人姐姐，袭人姐姐，袭人姐姐。哎，你可听说外面水月庵的那些女尼女道昨儿都遣散了？不是前日才进园子，说宫里要用吗？我听太太房里的彩云说都散了，还说若再用时……什么？都散了？那封官呢？小祖宗，你又听见了什么？我们说的本不是一件事。你不用哄我，我知道，自从晴雯去了，这园子里的人一日少死一日。这次的方官，还有上次思琪死了，你们都不肯告诉我，我都知道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你开门呀！二爷，二爷，正因你放不下他们，我才没敢与你说，你倒更厉害了一层。可是我多嘴的不是。你何曾多嘴？只是我不明白，咱们守在这园子里，活也好，死也好，难道不好吗？何苦都要离我去了？我姐姐走了，秦妹妹走了，宝姐姐走了，连香菱也走了，大家都走了。你们只告诉我，我要如何才能留住你们？如何才能留住这园子？倘或一日，连你们，连林妹妹也走了，那我又将如何自处？他们走了，自有他们个人的缘法。如今二爷读书上进，老爷看着喜欢，将来配了亲事，自然有人长长远远的守着二爷了。配什么亲？如今老太太皆为二爷操心，因二爷与园子里的姑娘们都大了，皆要论婚嫁。听得说正在议论，虽未定准，也有了人选了。我只想着咱们还像小时候那样说说笑笑，哪里就议论起来这个？二爷还想着小时候胡闹呢，如今大了，也该和老爷们多习学习学了。如今大了。看那海棠可是开花了。又胡说！现在是10月天气，哪有海棠开？这怎么正开了？怡红院里本来萎了的海棠，忽然今日开花了，众人诧异，太太奶奶都轰动，都争着来瞧。其他的花还都没开呢，这花开得古怪。听见这花已经煨了1年。怎么这会儿不迎时候开了？必有个缘故。这花应在3月里开的，如今虽已近11月，因节气迟，还算10月。应着小阳春的气候，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。据我的糊涂想头，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，此花先来报信。草木如孕，不时而发。必是妖孽，未必好兆。彩云，叫人到厨房里，快快预备酒席，请老太太、老爷大家赏花。是太太。晴雯死的那年，海棠死的。今日海棠复荣，园里这些人自然都好，但是晴雯不能像花儿一样
死而复生了。大太太，太太，我们奶奶知道大太太、太太在这里赏花，自己不得来，叫奴才来服侍大太太、太太。还有2匹红绸，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，当做贺礼。凤丫头虽病着，还是她想得到，送的也巧。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谢，要喜了，大家都喜。大太太、太太，酒席已经吩咐下去了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奶奶说这花开得奇怪，叫你找块红绸子挂挂，以便应在这喜事上去了。以后千万别只当做奇事混说。你若有灵，保佑园中姐妹皆与我仍像往昔一般，大家快快乐乐了此一生，千万多会消息于我。二爷，快回屋吧，外面天气凉。来，二爷不看了。麝月，把二爷的红袄拿来。哎，秋文，把炭炉准备着。二爷，回屋吧。二爷，当着太太的面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玉呢？什么玉啊？哎呀，你的玉啊！才刚忙乱换了衣服，摘下来放在炕桌上。哎呀，我没有带。二爷的玉丢了，快找去！有吗？没有。二爷呀，找到了，没有啊？继续找去。你们不用着急，少不得是在这屋里头的，你问问他们就知道了。小蹄子们，玩笑到底有个分寸，把这些东西搁在哪里了？别真丢了，那可就大家伙不成了。皇天菩萨小祖宗，你到底把它搁在哪里了？找到找不到有什么要紧？甭说我不带它了。这个怎么得了啊？谁不知道这玉是你的命根子？如今没了，这可怎么处啊？二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！去不成？进来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，谁敢捡了去呢？我们这样找也不是办法，还是到各处去问问才是。那你们快去呀！哎，你们好歹先别声张，快到各处问去。若有姐妹们捡着吓我们玩呢，你们给她磕了头要了回来。若是小丫头偷了去，问出来也不回上头。无论把什么送给她换了出来，都是得的。这可不是小事，真要丢了这个，比丢了宝二爷还厉害呢。知道了。哎，千万别惊动了老太太和太太，找不成再惹出些风波来，可更不好了。
紧到大嫂子那里，叫大嫂子到怡红院去。是。把园门关上，叫个老婆子带上2个丫头，再往各处去寻去。若谁找出来，重重的赏银。嗨，丫头，杏仁姑娘怎么样了？到处都找了，都没有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那宝玉呢？二爷在屋里呢，一直也没肯出来。我听说把二爷的玉丢了，我们在园子外头风闻宝玉的玉丢了，二奶奶叫我赶快过来瞧瞧，想不到竟是真的。是啊，这怎么办？宝哥哥，你的玉丢了，不心急吗？我不急，兴许是件好事呢。兴许是件好事儿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件事不是玩的，我要说句无理的话了。快说吧，这会子还有什么有理无理的呀？是啊，大嫂子，事情到了这一步也顾不得了。现在园子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，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们都叫跟来的丫头把衣服脱了，大家搜一搜。若没有，就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并粗使的丫头。这话说的也有道理。现在人多手乱，鱼龙混杂，这么一来，你们也可以洗洗清。打我先搜起。哎，平儿，平姑娘，我们何尝不愿洗净自己？当然先搜我们自己屋里的好。大嫂子，你怎么也学起那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？那人既偷了去，还肯藏在身上。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，若到了外头，不知道的是废物，偷它做什么？依我看，这件事必是有人使促下。才说作诗那会儿，又要拿笔又要研墨的，只有一个人满屋里乱跑，是环儿。使促下的只有他。你们叫个人去悄悄地叫了他来，背地里哄着他，叫他把东西拿出来，然后吓着他，叫他不要声张，这就完了。这件事还得你去才弄得明白。和尚道士的话，真个信不得。果真金玉有缘，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？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们的金玉，也未可知。这块玉也是胎里带的，非比寻常之物，来去自有关系。若是这海棠花主好事儿，不该失了这玉。看来此花开的不详，莫非他有不吉之事？是喜事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喜事。那我们走吧。哥哥的玉丢了，你可瞧见没有？若瞧见了，你要什么好东西没有呢？人家东西丢了，你怎么查问起我来了？我是犯案的贼吗？不是这意思，是怕三爷拿了去吓他们，所以白问问瞧见了没有，好叫他们去找。他的玉在他身上，看见看不见，你问他问不着我。这屋里捧着的人多的是，怎么得了什么东西不来问我，丢了东西就来问我呀？二兄弟，不是这么说，你二哥哥丢了玉，问一问你也是应该的。二哥哥丢了玉，你成了判官，我成了贼了。二兄弟，反而这一去啊，必要闹个满城风雨。我看你们怎么处。若上头知道了，我们就当真要粉身碎骨了。你也别着急，这事儿是掩饰不了的，我们只好再记忆记忆，看怎么回老太太太太吧。你们竟也不用商议，硬是我砸了不就完了？我的爷，好轻巧话。上头要是问为什么砸的，
他们也是个死。倘或要起砸破的渣来，又在哪里呢？要不然便说我前日出门丢了。这句话倒还混得过去，但是这两天又没上学，也没往别处去啊。怎么没有？大前儿还到南二王府听戏去了，就说那日丢的。那也不妥，既是前儿丢的，怎么当日不来回？老爷在哪儿？他在屋里呢。不了那么多了，走，快去，走吧你！进来，你快进来，老爷，你快走吧你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呀，老爷，宝玉丢了东西自己不找，怎么就叫平儿同着太丫头背地里拷问我们皇儿？我把皇儿带了来，索性交给老爷，要杀要剐，还请老爷你做主吧。你是个贼，你快快的招吧！我和尚成了贼了，自己丢了玉，我何该呀？宝玉丢了玉，是那块玉，还不就宝玉的那块玉丢了？太太来了，太太来了！太太，你起来，大家都起来吧。快快叫人细细找去，一忙乱倒不好了。太太，这事不与袭人相干，是我前日到南王府里听戏，在路上丢了。为什么那日不找？我怕他们知道，没有告诉他们。我叫明儿他们在外头各处找过的。胡说！如今偷换衣服不都是袭人他们服侍的吗？大凡哥出门回来，手巾荷包短了，还要问个明白了。何况这块玉不见了，便有不问的吗？哼，外面丢了东西，还怪我们皇儿。这里说这个，你且在那说没要紧的话。二奶奶来了，请太太安。你也听见了吗？这可不是奇事嘛！刚才眼错不见，就再找不着。你去想想，打从老太太那边丫头起，至你们平儿，谁的手不稳，谁的心出侠？我要去回了老太太，让真的查出来才好，不然就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。咱们家人多手杂，自古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？倘若一吵嚷的众人都知道了，偷玉的人若被太太查出来，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，他一着急，反要毁坏了灭口，那时又如何呢？依你说该如何？据我的糊涂想头，只说宝玉本不爱他，料丢了，也没什么要紧的。一面暗暗的派人各处去查访，哄骗出来，那时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？你坐吧，老爷已经知道了。你二哥哥的玉不见了，白问了你一句，你怎么就乱嚷啊？倘若嚷坏了，人家把那个毁坏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。我以后
我再也不敢让了。想来，自然有没找到的地方。这好端端的在家里的，还怕他飞到天上去不成？只是大家不许声张，限袭人3天之内给我找到。若再找不见，只怕也瞒不住了。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。你与我去大太太那边再去瞧瞧吧。话说明烟在门口和小丫头子说宝玉的玉有了，被袭人听见，忙跑来打听。大奶奶，三姑娘。大奶奶，三姑娘，我听说外头有玉的消息了。你且别急，倒不是玉有下落了，只是林之孝家的到外面去找了一个什么铁嘴，说是去算下落去了。而且邢姑娘说，若说那册子打卦的是不中用的，她在南边闻妙玉能伏击，何不烦她问一问？况且听见说这块玉原有仙机，想来问得出来。咱们常见的，从没听她说起。正是呢，所以我们正想着，若是别人去求她，是不肯的，只有邢姑娘去求她方好。邢姑娘果然肯去，我与姑娘去磕头。哎，袭人姑娘，她如今去了大半日，你就是要谢她，也等她回来啊。姑娘们大喜，大奶奶，林之孝测字回来说，这玉是丢不了的，将来横竖有人送回来的。测字的怎么说？他的话多，我也学不上来。记得是拈了一个赏人东西的赏字，那刘铁嘴也不问，便说丢了东西不是？这样就好了。他还说叫快到当铺里找去，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，有了人便赎了来，可不就偿还了吗？偏白。